中国人走在伊朗的大街上，经常会被伊朗人无端的挑衅，甚至辱骂。其中有个中国小伙在中东做生意，途经伊朗，一天被骂3次，各种网络上歧视性的词都被用上了。这事让不少中国网友很气愤，不知道是为了啥。固然有个别中国人品行不端，比如个别的 UP 主在伊朗不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伊朗妹子聊天，甚至偷拍伊朗妹子炫耀，被伊朗的媒体广泛报道，形成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也有部分国人在伊朗受到了伊朗人的热情款待，感觉伊朗人普遍还不错。为啥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国人感受截然相反呢？真实的伊朗是咋样的呢？其实两者都对，被优待的多是女性以及中老年人，被挑衅的多是年轻人。主要的原因是伊朗人的心态出了问题，让很多国人难以理解。在我们的印象里，伊朗那是反美斗士，和中国交往有几千年了，从波斯帝国就开始了，属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是我们误解了伊朗人，真不能算是老朋友。一些伊朗人看国人不爽，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自信，让伊朗人很不舒服，进而觉得被冒犯。女人和中老年人一般很低调，因此会被热情招待。伊朗直到2012年人均还是领先中国的。在40年前1978年，伊朗的人均是中国的15倍。长期以来，伊朗在各方面都俯视中国，从来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按照伊朗人的说法是，感觉中国突然就跑到自己前面去了，所以心态上比印度人还难接受。毕竟几十年前印度和我们起点差不多。一般来说，中国的快速发展有2伙人心里最不爽，首先就是发达国家，也就是欧美国家，因为他们赚钱比以前更难了。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告诫法国社会说，现在法国的好日子快过完了，以后想继续过好日子需要承担代价。这大概也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共同想法，毕竟蛋糕只有那么大，不够分了。其次就是伊朗、印度这样的，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呢，他们都历史悠久，对自己的文化信心满满，但是被中国的发展给比了下去，因为嫉妒，进而看中国人也不顺眼。他们心理上接受欧美比自己强，理应过好日子，但是在亚洲人里面，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排在最前面，毕竟他们更接近欧美。在亚洲人里面，心态不平衡的其实不光印度人，还有伊朗人。伊朗人的骄傲远胜印度人。其实伊朗人按照种族上来说呢，是印度高种姓人的祖先。印度的上层叫雅利安人，其实就是伊朗人。几千年前从伊朗高原跑到印度次大陆，征服了土著达罗毗荼人，因此伊朗人觉得自己跟德国人特别亲近。不过近代科学发达了，基因证明伊朗人和德国人关系不大，但是这阻止不了伊朗人的骄傲。尤其在面对中国人的时候，大概10几年前吧，吴宗宪的综艺节目特别火，节目中经常邀请外国嘉宾，有欧洲人，也有1、2个伊朗人。有一期节目，嘉宾们讨论哪国人最好看，几个台北本地的女嘉宾说自己五官很立体，比较像欧洲人，所以觉得很好看。那个伊朗嘉宾的说法很露骨，他认为伊朗人最好看，因为他们属于雅利安人，搞得吴宗宪很尴尬。吴宗宪那是个机灵鬼，马上装作很不懂，问雅利安人是什么人。旁边的几个欧洲嘉宾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可见部分伊朗人认知确实有问题，充满了一厢情愿的优越感。这还不是最要紧的，伊朗在70年代末成了宗教神权国家。伊朗的立国思想是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在伊朗国内其实也有隐形的等级的，按照宗教信仰排序，排在首位的就是什叶派的波斯人，在后面跟着库尔德人、塔吉克人。如果你是无神论或者佛教什么的，这算是有原罪的。所以他们和欧洲人无论是种族上还是宗教上，那都是远亲。虽然地理位置在亚洲，但心理上不是。因此伊朗给我们的感觉是跟我们若即若离，属于吊着我们的胃口，搞得好像和我们很亲近，但是总感觉不是真心合作的，属于包办婚姻，没啥感情。但是对欧美那不一样，那是朝思暮想，只不过人家不鸟他表现的像是一个脆弱的林妹妹，多情总被伤害的样子。欧美如果再不搭理他们又变了，变成了被抛弃的怨妇，各种要挟，甚至不惜向中国示好，拿中国作为筹码，向欧美要利益。欧美如果还是不理他，那就真的和中国签合同，表现得很决绝，以后再也不理欧美了。但是呢，如果欧美稍微抛个媚眼，瞬间就把中国给卖了。我们其实吃亏不止一次了，在伊朗身上吃的亏不比印度少。我们最近这几年常常听到印度人坑中国企业的新闻，其实伊朗人也没少坑我们。在坑人这方面，印度人算是天赋过人，但是跟伊朗比起来，那就显得平庸了。伊朗的手段要高得多，毕竟印度的狡猾能看出来，伊朗那是看不出来，感觉就是个老好人，总被别人欺负。中国长期以来
都想跟这个老好人好好做生意。我们需要伊朗的石油，需要波斯湾的航路。伊朗的地理位置很关键，伊朗需要中国的商品以及中国的资本。正是因为伊朗地理位置这么关键，伊朗总觉得首先是别人需要它。我们想和他们做生意的意图那么明显，不坑你坑谁呀？前几年差点被坑出翔来。而且伊朗不止坑我们，几乎所有国家都被他坑过，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中国、巴基斯坦，对，还有印度。世界上朋友最少的国家，伊朗算是排名第一。我们都知道伊朗和俄罗斯一样，石油是支柱产业，但是伊朗由于被欧美制裁，很多关键设备买不到，石油开采和冶炼都是技术活，世界上能搞定这两项的只有欧洲、美国以及中国。中石油在国内属于国有企业中的专利大户，研发投入是很大的。伊朗有资源，但是想要开采，必须和欧美或者中国合作。伊朗的第一选择当然是欧美，但是因为伊核问题被欧美制裁，中国顶着压力和伊朗合作。毕竟和欧洲不同，我们有自己的主见。伊朗能源出口也主要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市场占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1/3。按道理说，和我们合作那是最佳方案，风险也最低。偏偏伊朗要拿石油这个唯一的家当做文章。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气田是位于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波斯湾当中的南帕斯气田，这个气田开采难度很大，只有为数不多的公司能搞定。中石油一直很想进入这个项目，本来这个气田没中国什么事，中石油参与了其他几个伊朗的油田项目，但是由于伊朗被制裁，法国的道达尔公司顶不住美国压力，准备跑路，给了中石油机会。2009年，中石油与伊朗签署了价值47亿美元的合约，取代法国道达尔公司成为南帕斯气田第11阶段工程的作业者。为此，中石油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由于被制裁，中石油也无法拿到一些国外的设备，因此进展可能缓慢了一点。在伊朗最难的那几年，中国进口的石油算是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然而到了2015年，风向变了，美国的制裁解除了，伊朗就把中石油接手的道达尔的那块大蛋糕给切走了，重新给了法国的道达尔公司。中石油此前的付出和损失也白费了，只保留了 30% 的原有份额，最大的蛋糕 50.1% 的份额重新给了此前跑路的道达尔。脏活累活中石油帮伊朗干了，分配的时候虽然拿到一点份额，但是和付出不成正比。欧洲的公司像是个渣男一样，随时提裤子走人，伊朗却上杆子追求人家，像个渣女一样，把中石油当成备胎了，随时丢一边。中石油当了冤大头。然而世事难料，董王上台了，退出伊核协议，继续死磕伊朗。道达尔公司又跑了，伊朗人脸不红心不跳，继续找到中石油，跟中方说道达尔的 50.1% 的股份，要不您再重新买过去吧。原配跑了，立马又来找备胎。这个项目伊朗的做法很露骨，但是算是商业活动，不能说明什么。盟友之间还互相捅刀子呢，只是不符合我们的风格。我们中国企业呢，其实是最尊重契约的，但是在传说中的最有契约精神的西方，这个其实属于常态。另外一件事，伊朗的操作就有点损人不利己了。我们都知道当初美国制裁中兴、华为，有且是中兴的时候美国人干的理直气壮，因为中兴和伊朗的供货合同神奇的到了美国人手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中兴给伊朗提供的产品中哪些违反了制裁的条款，有哪些使用了美国的技术。美国人把这份文件公布给了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让人觉得他收拾中兴合理合法。美国用华为、中兴给伊朗供货为由，向欧洲盟友施压，让欧洲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洲那是早有此意，正想耍赖皮呢，这下找到由头了。这份合同是怎么到美国人手里的呢？无非是中兴出了内鬼，更有可能的是伊朗那边给提供的。伊朗对此没做任何解释，好像和他无关一样。其实伊朗拿中国的利益讨好欧美已经不是一两回了，这在伊朗属于常规操作，他们脸不红心不跳，觉得理所当然。谁让你上杆子追求人家呢？伊朗的做法看着聪明，其实往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伊核协议，在中国的斡旋下，几方达成共识，中国出力最多，但是中国再一次被当成了非洲草原的打工豹了。伊朗把本该给中国的基建、造船的业务给了其他几个不相关的国家，比如把25亿的造船订单给了美国的小弟韩国，用石油来结算。之前有求中国的时候，示意要给中国公司采用人民币结算，但是当时我们还是习惯性的选择相信他们。不过伊朗人看似聪明的做法，这一次真的是砸了自己的脚。美国后来一施压，韩国第一时间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来的合约作废。伊朗一激动
扣了韩国的船。伊朗这么操作属于常态，就连印度这样的大聪明都被伊朗耍得团团转。只不过这次不同啊，伊朗打算用印度作为备胎来诱惑中国。中国再傻也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3次。伊朗人其实一直垂涎中国给巴基斯坦修建的港口瓜达尔港，伊朗也想要建一个，于是启动了恰巴哈尔港项目。但是呢，不舍得掏钱咋办呢？于是伊朗人故技重施，这次白马王子变成中国，备胎选中了印度。印度还以为是自己的颜值征服了伊朗，被伊朗人给坑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伊朗其实想拿印度来给中国压价，于是先邀请了印度人过去修港口，然后再找中国用印度来敲竹杠。印度那实力啊，除了印度人自己，别人心知肚明，根本搞不定。但是这个项目对标的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印度人还是很感兴趣的。一期项目就砸了5亿美金。印度干完1期后，伊朗又向中国、巴基斯坦发出邀请，这手法和南帕斯气田一样，还说要把瓜达尔港和恰巴哈尔港进行连接。不过有了油气田的教训，这次中国没搭理他，毕竟谁都是有底线的，做事还是需要诚信的。阿拉伯世界有个谚语，在沙漠里遇到毒蛇和伊朗人，一定要先打死伊朗人。看来还是阿拉伯人有经验啊。伊朗人和印度人啊有诸多相像的地方，好在通过多年打交道，我们也不再单纯了。任何事情最终还是看实力，谁有实力，谁就能成为伊朗人心中的白马王子。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2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基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
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的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